哈哈，白总来了，明天1000万元，你们两个完蛋了。白总派头真是大呀！你们两个还不赶紧道歉吗？晚了，现在跪下道歉。妹妹，你先走，这儿有我顶着。白小姐好。干妈，我来迟，请您恕罪。白总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秦婉云只是一个穷裁缝啊，您可是堂堂的环宇集团 CEO， 你为什么要给他下跪啊？瞎了！她不仅是我的干妈，更是环宇集团的董事长。你这等小人配提？白总，胡总可是咱们公司的总经理，集团的顶梁柱啊！你打他干嘛？哎呀，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！白总，不是我瞎了狗眼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白总。机会？你得罪了董事长，也有机会啊！董事长，您打人有大量，您就饶了我这一次吧，董事长。不用求我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你被开除了。从此你跟集团再无瓜葛。你这个害群之马、卑鄙无耻、品行恶劣，多次损害集团的利益和名声，董事长不追究你的责任已经格外可怜，赶紧给我滚！不要！你们不能这样做呀！我对公司有恩，我是公司的指南。这怎么可能？秦婉云，我跟了你20年，如果你真的是集团董事长，为什么我一点没看出来？秦小天，连微微这种心肠歹毒、自私无耻的货色也置我珍宝甘当舔狗，你能有什么眼光？根本就是眼盲心瞎！给我闭嘴！看在我妈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一般计较。别乱叫，谁是你妈？妈，我们错了，我都是受了胡世海的蛊惑才被猪油蒙了心，您就原谅我们吧。妈，您看看我是您养了20年的儿子。妈，您看看我是您养了20年的儿子。妈，是，都是胡世海那个老东西逼我们。他在公司是我们领导，如果不听他就开除我们俩了吗？对，都是他威逼利诱我们，妈，我们心里也很难受啊。别装了，你们两个这撒谎都不脸红。明明是你们拿自己的妈妈换彩礼，现在又反过来怪那个姓胡的。舅舅，什么彩礼不彩礼的，我们根本不在乎。我们的本意也是好的，也是为了让我妈嫁个有钱人，过好日子啊！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是知道我干妈有钱了才这样说。如果她是个普通的裁缝，你们会认错吗？会，当然会了。不管她有钱没钱，她都是我妈。妹妹，你千万别相信这两个厚颜无耻的朋友，他们两个只认钱不认人，只看利益不看感情。我已经看错1次了，不会再看错第2次。你们走吧，我不想再看到你们。妈，我俩真不图您的钱，那彩礼我俩不想要，都是为了您啊！对，妈，我要那彩礼就是为了给您养老啊！您看，您养了小天20多年，这您不是他亲妈，也胜似他亲妈了。对，妈，就算我俩再畜生，也不可能出卖自己的妈换钱。别在这儿演，你们两个不去演短剧都可惜了。你妈没钱的时候，就说她是又老又丑的累赘，现在有钱了就要赡养，谁信呀？就像我发誓，我俩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。如果有，天打五雷轰！妹妹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这份协议我本来想转让给你，字我都签好，想在婚礼上给你们惊喜。可是这份惊喜你们不稀罕。妈，之前跟您一起过的平淡的日子，我很开心，我很满足。我不需要这些，不管这个协议您给不给我，您永远都是我妈。对呀，妈，就算您身无分文，我们也会像赡养亲生母亲一样孝敬您的。看来你们内心还有一点良心，没有被金钱完全蒙蔽了双眼。妹妹，你别这么轻易的就相信，这可是你的心血，不能轻易的。是啊，干妈，之前他们的做法你还没看透吗？您可千万不能心软。妈，我是您儿子，您不信我，您信谁啊？
是啊，妈，你可千万别被外人蒙蔽了，咱们才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啊！谢婉瑜，你干什么？你个老东西，你敢耍我们！你刚才不是说给不给你都可以吗？怎么，我现在撕了他，不愿意了？你刚才答应了给我，就这么随意把他撕了，我怎么办？对啊，连儿子儿媳都不相信，算什么妈？妹妹，你看他们的样子，这是满不在乎吗？分明就是想要你的钱。那又怎么样？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的，我就该要。小天，几张纸就能测试出你是真心还是假意，太让我失望。那你是真情还是假意？明明是你对不起我。我怎么对不起你了？秦婉云，你养了我20年，我跟你吃了多少苦？你堂堂集团董事长，而我只能做一个小小的业务经理。你那么有钱，钱呢？不给我花一分，你算什么妈？小天，这20年我给你提供最好的教育，未来给你铺好了路，是你自己不争气。你少跟我讲这些冠冕堂皇的话，你不就是不舍得给我钱吗？就是想把我困在基层，不想让我出人头地吗？秦小天，你怎么就不了解干妈的一片苦心呢？她让你在基层摸爬滚打，是为让你熟悉集团的业务，锻炼你的能力。否则，怎么放心把整个集团交给你？再说了，凭借你现在的见识和能力，你真的有能力担得起整个集团吗？话说得好，什么锻炼能力，什么积累经验，我看啊，都是你们的借口。这些年要是没有我提携小天，他现在还是个小小的业务员呢。你闭嘴！刚刚我碍于面子懒得说你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爬上来的吗？你给吴世海当秘书的时候都干了。你别胡说啊，我没有。不许你这么污蔑薇薇，她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女人。对，白如霜，你怕小天接手了公司，毁了你自己的利益是吧？对妈，这个人就是在挑拨我们母子之间的关系。您再签一份协议，把集团给我，我一定做得比他好，比他强。你们知道什么？如霜有自己的产业，做得有声有色，这么多年，他为集团已经牺牲了很多。你们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别再理这两个白眼儿，他们是听不懂人话。就算你把财产都给我，你也未必会感恩，只会等你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把你逐出家门。小天儿，你还没看明白他们的嘴脸吗？你妈从最开始就开始防着你，就因为你是领养的，不是亲生的，你们非亲非故，所以她不可能把钱给你。就因为我不是亲生的，秦婉云，你口口声声说养了我20年，真他妈虚！小天儿，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。妹妹，他们根本就听不懂人话。走，都给我走！不需要你们感动，我自己会走。但是我要让你们知道，没有你们的帮助，我秦小天也会自己闯出一片天，把你们都压在身下。下面有请天翼集团董事长林天翼先生上台致辞。今天是我们天翼集团发展的重要里程碑。集团上市之后，资产将超过1000亿。林总，听说您出身贫寒，白手起家，如今真可谓事业有成，人生圆满。圆满。其实，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能找到我失散多年的亲妹妹。40多年前，我的父母不幸去世，从那以后，我和我的妹妹就失散了。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的找她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。这个锦囊
是我母亲亲手缝制的，这是我们兄妹的唯一信物。我宣布，悬赏3个亿，寻找我的妹妹李小雨。方经理，云城的项目怎么停了？他们说你失联了3天，你在哪儿？林总，项目出事了，而且我发现了锦囊，就在云城。锦囊，云城。喂，喂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快，立刻出发去云城。是。来，缝补好了。大姐，你的手可真巧，多少钱？不要钱，路上慢点啊。大姐，你真是个好人，谢谢。妈，我已经学会了你独有的针法，可惜你和爸都不在，我哥也在红雪里，我真想你们呀。救命！有人要害我！谢谢。人呢？喂，刚看到一个受伤的人没？啊，好像是往那边跑了。追！谢谢。你是什么人？他们为什么要追你？环宇集团的胡总为了霸占市场，阻挠我们的项目，还暗算我们。胡世海，环宇集团真的是用错人了，我饶不了他。你的眼神跟一个人好像。什么？真的很像。锦囊，难道你就是？林总，项目出事了，而且我发现锦囊就在云城。啊，没事吧？臭娘们儿，敢他妈骗老子！人果然在这儿，带走，住手！华宇集团怎么养了你们这帮畜生？出去！华宇集团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再敢阻拦，打了你的铺子！集团旗下一个总经理竟然如此嚣张，我看胡世海真是活腻了。妈的，你个穷裁缝竟敢对我们胡总不敬，给我打！谁敢在这里闹事？白总，白总，您是集团 CEO，怎么会认识一个裁缝？瞎你狗眼！干妈，这些人该如何处置？干妈，这俩几只臭鱼烂虾，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是。干妈，这个人是？他遭了胡世海的毒手，先把他送医院。带走。干妈，您是集团的董事长，这些年您把集团交给我打理，可是却出现了这样的害群之马，请干妈恕罪。不怪你，毕竟我们有那么多产业，我也没有去过环宇集团，也没有见过什么胡世海，是时候该整顿一下。对了，我交代你的事办得怎么样？干妈，
集团是您当年一针一线辛苦打拼出来的千亿资产，您真的放心全部交给小天啊？我养了小天20年，是时候让他知道家里的实底了。您当初让我安排他到基层做业务，他现在只是一个业务经理，他的能力……想当年我白手起家，我深知创业的艰辛，我让小天去基层锻炼，希望他能明白我的苦心。明天婚礼现场，我将集团转给他，以后我想过清静的日子。以后呀，也该我们好好孝敬孝敬干妈了。当初要不是干妈，我们几个孤儿早就饿死了。你们现在在云城可以独当一面，明天小天婚礼你们都过来，到时候小天掌握了实权，还希望你们多多支持他。行，一切都听干妈的。锦囊，云城，妹妹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明天就结婚了，你猴急什么？薇薇，能娶到你这样的女人，那真是我家祖孙18代积德。那是，你这个环宇集团的业务经理，给我这个副总提鞋都不配。要是没有我，你能有今天？是，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给的，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我发誓。真会挑食，偏偏这个时候扫兴。你们这是饿了吧？妈去给你们做饭。妈，你明知道今天薇薇要来家里，还要这么晚，晚了整整5分钟。今天铺子有点特殊情况，回来晚了，下次妈注意啊。我看啊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我还没嫁进来呢，你这个恶婆婆就给我下马威是吧？薇薇，她哪敢啊！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主子，我都得伺候着你啊！就你家这100多平的房子，还是主子呢？你看看我闺蜜，人家住的可是豪宅，开的可是豪车，我嫁给真是受委屈。薇薇，我家这条件呢，确实是对不住你了。谁让我妈就是个小裁缝，没能力买大房子，要怪就怪她没本事。小天，当初我们母子俩挤在10平方的出租屋，妈妈白天带你求医看病，晚上缝补衣服赚钱，再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。现在我们3个人住在这么大的房子里，还不够吗？妈，你还好意思说呢？当初你那么穷还要收养我，还得我给你吃了多少苦？如果是个有钱人家收养我，现在早是个富二代了，好吗？难道你就这么看重钱吗？有钱就算养育之恩，没钱就一无是处，是吗？你妈这是啊，又让你吃苦，又让你感恩，这个就是穷人对孩子的 PUA。薇薇，你说这话，这不是挑拨我们母子俩的关系吗？7万元，我还没嫁进来呢，你凶什么凶？你这个恶婆婆，我一天也跟你待不了了。秦小天，你跟你妈过去吧。哎，薇薇，你别走，我一天都活不了。妈，你能不能懂点事儿？明天我俩就结婚了，你给我俩搅和了，我以后怎么办？哎，行了吧，这是少说2句吧啊！快去做饭，给我俩饿死了，明天拿什么结婚？做饭。我问你，你打算让那老太婆什么时候走？我告诉你，你别指望我能跟你妈共度一世。薇薇，你别着急啊，等咱俩婚礼一结束，我就把她给赶走。不行，一天我也等不了了。结婚之前你必须把她给我处理好，要不然这婚你就跟别人结吧。哎，行，都听你的。其实我早就计划好了。什么计划？就是把我妈找个男人给嫁了，咱俩还能捞笔彩礼。行啊你，有点脑子。人选有了吗？我早就物色好了，这个人你还认识？咱们集团的胡总。胡世海。对，胡总最近刚死了老婆，现在身边正缺女人。
只不过我听说这个胡总拿老婆不当人，都换了4个人。你说万一我妈要是也被他折磨死，这你操什么心啊？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以前给胡总当过秘书，明天就是我来邀请他参加咱们的婚礼，到时候正好把你妈的订婚给办了。行，那等咱们婚礼那天，你得配合我好好演出戏，让我妈心甘情愿的嫁给胡总，以免别人说闲话，是不是？行啊你，我真没看错你。这样一来，又能把你妈的老东西赶出去，又能白白得一笔彩礼，而且得了胡总的赏识，以后咱们在集团岂不步步高升啊？小天，微微，吃饭了。来了吗？真是辛苦了妈妈。啊，对妈，刚才我态度不好，您别往心里去啊，我帮您。你们，妈不会多想的，咱们毕竟是一家人。啊，对，一家人，一家人。什么？你说环宇集团的人保了你？这个胡世海真是活够！林总，你这口气跟那个女人太像了，龙凤锦囊就在她身上。你亲眼看到锦囊了？他是谁？他在哪儿？在一家裁缝铺，那个女老板很擅长刺绣。刺绣？难道真的是小雨？他继承了妈妈的天赋，我这就去。哎，林总，之前就有人冲您的钱来跟您认亲，这次您又悬赏3个亿，万一……是，这么巧合的事情不得不跑，况且还是环宇集团的地盘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要先去见见他。你好，你们是定制衣服还是缝补衣服？我这衣服不小心刮破了，您帮我补补。没问题，稍等一下。我身上没带钱，这衣服……谁都有困难的时候，没事，不要紧。你这针法真精妙啊！我小时候，我妈也经常给我补衣服，跟你的手法一样好。是啊，这小时候家里穷，我妈呀也经常给我们补衣服，不管多破的衣服，她总是那么认真，还能用针线缝出漂亮图案呢。是吗？我妈也一样。这针法真不错。这儿的衣服都是你做的吗？是啊，但是明天铺子要休息1天，我儿子结婚。您儿子明天结婚啊？恭喜啊！你除了缝衣服之外，还会缝别的什么吗？比如手绢、锦囊。锦囊？你说的是这种吗？是，就是这个。嘿，林总，您别激动，他现在只是个裁缝，您要想确认，还得验 DNA 才行。那您还不赶快想办法？
怎么？有什么问题啊？光线不好，我给您照点亮啊。喂，你怎么弄的？小心点啊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哎，没事没事。好了，给。像，真像。像什么？像新的一样。您儿子结婚，我能讨杯喜酒吗？可以，刚好我娘家没人，你就算我的亲朋了。好，我一定去沾沾喜气，说不定还有更好的事。什么好事儿？我们明天见。哎。赶紧送去检测 ，DNA 检测结果一出来，立马通知我。是。只要确定她是我妹妹，我就在她儿子婚礼上当场认亲，喜上加喜，一家团圆。儿子总算结婚了，也了却我一段心事。只希望小天以后能成熟一点，扛起华宇集团的重担。小天、微微，这是给你们预定的豪华婚礼，你们满意吗？就是。哈，妈，咱们的家庭条件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妈，您对我俩这么好，我俩也得好好报答您呢。你们喜欢就好。妈，你怎么穿的这么素啊？哎，你这么严实干嘛？我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能穿什么呀？妈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也得风光风光。对，妈，我连礼服都给您准备好了。化妆师，赶紧的给我婆婆好好打扮打扮，一会儿还有重要的客人呢。妈，这个是儿子儿媳的一番心意，您不会辜负吧？好，我一会儿就去换。小天，你这结了婚成了家，就是顶梁柱了。婚礼上，妈妈会给你个特别的惊喜。惊喜？哎呀，妈，到时候儿子和儿媳也会给您一份惊喜。是吗？什么惊喜？妈，您先去换衣服吧，一会儿您就知道了。就这又老又穷的女人，还给我们惊喜，她该不会是想把她的破裁缝铺给咱们吧？她全部身家也就那么多，谁稀罕？求我呀，我都不要。走吧，客人们快来了，尤其是胡总。哇，薇薇，今天你可真够性感的。胡总，你能来参加我俩婚礼，是我俩的荣幸。哎呀，胡总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怎么想我呢？你怎么会嫁给这小子？好能为吧？哎呀，讨厌，我老公还看着呢。看就看，我掉一根汗毛都比他腰粗。胡总，我们等您很久了，您里面请。今天我可不是冲着你们婚礼来的，我是听微微说你妈想赶紧找个男人嫁了，所以呢，来看看她的成色。胡总，你放心，肯定啊是你喜欢的类型。你个小烂坯子，她能有你好吗？住手！你干什么呢？哎，这位是胡总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秦婉云哦。胡总，我妈的成色你还看得过眼吗？好，珠圆玉润，风韵犹存，我喜欢。大婚之日，您在干什么呢？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
这位呢是环宇集团的胡总，身价上亿的集团高层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就是婉云吧？听说你是一个手艺人。哎呦，这手还真是滑嫩呢。胡世海，你还真是不知死活呀！你今天来的正好。你怎么跟胡总说话呢？没事儿，还真有个性啊！我喜欢这一款。那我们就里面见喽。胡总这边。哎呀妈！干妈，您那是什么态度啊？胡总这种身份能参加我们的婚礼，那是给面子，你得好好招待人家。招待他，他也配？等婚礼结束啊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哎呀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今天是儿子大喜日子，你不会想搅黄儿子婚礼吧？放心，妈有分寸。不过，这个礼服好像不太适合我，这是你们选的吗？我看挺合适的呀，妈。您正是美的年纪，没准还能给我找后爸呢。别瞎说，妈没有这个想法。妈，你就随口那么一说，那我先进去了。哼，你没有那个想法，今天也得给我嫁出去。爸妈哥，如果你们还在，该多好啊！今天是我儿子的婚礼，可这里却没有一个我的亲人。怎么了，大妹子？怎么还哭了呀？没事，孩子结婚开心的。恭喜啊！我来喝喜酒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怎么会呢，大哥？今天你就是我的娘家人，我开心还来不及呢。哎，里面请。真是冤家路窄啊！环宇集团的胡世海怎么样？林总，咱们天翼集团来云城发展着，这胡世海没少给咱们找麻烦。我看这胡世海跟秦婉云一家好像认识，这不会是个局吧？不可能，我这妹子怎么可能和这种人混在一起 ？DNA 检测结果呢？赶紧催！各位亲朋好友，今天让我们共同见证这对新人的幸福时刻，请新郎新娘携手上台。薇薇，你看他干嘛？我看的不是你妈，而是天价彩礼。那咱俩一会儿得把戏做的足一点，让心甘情愿的拿自己换彩礼。等下2个孩子给我敬了茶，我就宣布将集团交给小青。2位新人真是郎才女貌，情投意合。下面请交换戒指，情定此生。等等，秦小天，你不会以为就这样能轻轻松松的娶到我吧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哎呦，薇薇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要现场加彩礼。加彩礼？薇薇，哪有婚礼现场加彩礼的？秦婉媛，今天你儿子要是拿不出这彩礼，这婚我就不结了。哎呦妈！这可怎么办呢？你得帮帮我，我不能失去薇薇。你想加多少？你说吧。我说得出来，你就给得了吗？我要一栋独栋别墅，一辆300万的豪车，外加500万的彩礼，你现在就拿出来。这亲娘子是疯了吧？人家一个裁缝怎么可能拿出来这么多东西呢？他这么咄咄逼人，一定另有目的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秦婉媛，这话你自己相信吗？你哪来的钱啊？还不是给我空头支票？对吧，妈，你就别骗薇薇了，这么多钱，就算你把头磕烂也借不来。要不然，小天，你想说什么？要不然你就找个如意郎君嫁，还能换一笔彩礼。你说什么？秦婉媛，我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，我也不逼你。
现在有人想娶你，愿意给你这彩礼，为了你儿子，你不会不愿意嫁吧？他肯定会愿意的。婉云，这点彩礼钱啊，根本不算什么。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我马上就把这钱拿出来，怎么样啊？原来你们3个都商量好了。小天，你用妈妈换彩礼，这是你的主意？这是你的主意？妈，微微就是我的一切，她只是想让你嫁给有钱人，又不是害你，你干嘛跟她对着干呢？林总，你们还没认亲，你现在上台什么身份呢 ？DNA 检测结果还没出来吗？赶紧去！您别急，我再去催。好了，既然你什么都明白，我也就不装了。我让你嫁给胡总，不也是让你过去享福吗？你就答应了吧？啊，小天，我可是你妈。够了，别一口一个妈，一口一个妈，你又不是我亲妈。什么？小天，这20多年，我一直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，我没有指望你去报答我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秦婉云，你当初收养我的时候真是好心吗？不还是为了养儿防老，等你老了后半辈子让我给你端屎端尿，你真当我傻呀？对呀，你和我们非亲非故，还想让我们给你养老，做梦去吧！小天，你知不知道，原本今天我想把我一切的财产都转给你。秦婉云，你一个穷女人能有什么资产？裁缝铺那些破衣烂衫吗？我不稀罕。还有，嫁给胡总是你唯一的活路。赶紧吧，胡总还在下面等着呢。今天啊，你不嫁也得嫁。走。秦婉云，你敢打我老婆？林总，林总，那边来电话了 ，DNA 结果出来了，秦婉云确实是您的亲妹妹。小天，你敢打妈妈？哎呦，宝贝儿，来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他们不疼你呀，我疼你！哎呦，强扭的官儿最有味儿。现在就去给我睡一觉，彩礼钱啊，马上就给你。走。住手！给我放开他！给我放开他！志海，你个人渣还敢胡作非为，离他远点！你竟然敢动老子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小天，这老男人是谁啊？我不认识啊，谁让你进来的？赶紧滚！你们一个儿子，一个儿媳，竟然敢这样对你妈，简直禽兽不如！嘿，你个老男人，你哪来的资格教育我？还有，这个是我们的家事，和你一个外人有什么关系？老哥，这事跟你没有关系，别招惹他们了，我自己能解决。今天你的事儿，我管到底了。哟，秦婉云，没想到啊，你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。我让你嫁给胡总，你不肯，结果呢，自己在外面偷偷认了个哥哥。还真是啊，一把岁数了，不嫌丢人啊！老东西，你敢打我！哇，他到底是谁呀？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不正当关系？干嘛他这么维护你啊？小天，妈妈我一向清清白白，是你们做的太过分了。秦婉云，像你这种闷骚型的女人，最会勾引男人。哼，不过，就冲你还敢跟我争女人，老子用钱就能给你砸死！再敢胡说八道，我废了你！
再敢胡说八道，我废了你！在云城还没人敢动老子呢！你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啊？你到底是谁？你们给我听好了，我和他的确有关系，不过是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。你说什么？仔细看看我，你认不出我来吗？小雨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？不对，这是我以前的名字，只有我的家人才知道。就是你的家人，我是云天意。云天意，难道你是云天意？这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？是我听着有点耳熟，该不会他是什么大人物吧？哎，得了吧，我妈就是个破裁缝，怎么可能认识什么大人物？妈，那到底谁啊？他是我哥。妹妹，找了你40年了，哥终于找到你了。大柱，我妈家里人早就死光了，从哪儿冒出来你这么一个哥哥啊？撒谎也不打草稿，你们一个姓林，一个姓秦，怎么可能是亲兄妹？你们知道什么？当初我被我大伯送到一户姓秦家人收养，他给我改了名，上了户口，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。我原名就叫林小雨。哥，当年我回去找你，大伯说村里发了洪水，你被洪水卷走，淹死了。我只是被洪水冲走了，后来我自己讨生活，我去找，没找到姓秦的那家，说太可怜，可我还是遇到了你。假的肯定是假，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巧合的事呢？闭嘴！你这个逆子！从今以后，你妈就由娘家人给她撑腰吧。你说是就是啊，哪来的证据？证据呢 ？DNA 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就是亲兄妹。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做 DNA？DNA？ 哥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昨天我趁你不注意，在裁缝店不小心把你弄伤了，拿你的血去做了 DNA 检测。哼，你看，我就说你们俩早就勾搭在一起了，还真是有心机啊！少在这儿唬人了，行吗？检测报告呢？拿出来给我看看来。检测报告呢？检测结果刚盖好章，正在送过来的路上，马上到。这么慢？我去门口盯着，一送到我立马给您拿上来。还在这儿演，我就知道你在撒谎，根本没有什么检测报告。就是，你个老男人编这么难听的话，就是为了跟胡总抢女人吧？放肆！你少在这里出言不逊。哥，不用跟他们一般见识，我们兄妹知道真相就好，无需跟他们争论。真相？什么真相？我看啊，就是你们两个串通好骗我们。没错，我看就是你们两个串通好的。要证据是吧？好，那我让你们心服口服。这个锦囊是妈给咱俩做的，世上仅此一对。没错，这个锦囊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，这是妈独有的针法。把你的拿出来，证明给他们看。锦囊，锦囊呢？刚刚锦囊还在我身上，演，接着演。DNA 检测报告拿不出来，就找了一个什么破锦囊当挡箭牌，是吧？小天，
你从小就见过我的锦囊，你说话呀！我从来没见过。你说什么？行了吧，你就别装了，别耽误您和胡总的好事，也别耽误我和薇薇的婚礼。小天，你怎么变成这样？秦婉云，你穷了一辈子，你什么本事都没有。我不奢求你帮我什么，我只希望你不要打搅我的工作，不要搅和我的婚礼，这点你都办不到吗？小天，你以为你的工作是胡世海给你的吗？你以为对薇薇低三下四就是爱情吗？多对！你一个破裁缝，你懂什么？你懂？从小你管我管得那么严，我想吃的你不让我吃，我想玩的你不让我玩，只有薇薇才是真正的懂我。小天儿，还是你有良心。哎，秦婉云，你说如果咱们两个一起掉进水里，小天会救谁啊？当然是先救薇薇了呀！哦不，我没有啊，没有啊！妹妹，别跟他计较，这样的不孝子根本就不配做你的孩子。闭嘴！你个骗子，有什么资格在这说三道四啊？你林总当然有资格。林总，检测报告。看清楚，他们真是亲兄妹。哥，我以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至亲血脉了，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你。妹，老天爷开眼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，怎么办？他一定会坏我们的好事。我知道，你以为我想有个这么救我？秦小天，薇薇，你们两个是不是耍老子呀？哼！告诉你们，今天老子要是得不到秦婉云，你们两个别说彩礼了，工作都得丢了。哎呀，胡总，您别生气啊，我们肯定不会认这个废物当妈的，更别说什么舅舅了。哎，对，就算打死我也不认这个舅舅。而且我妈，你肯定能带走。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还不赶快跪下给你妈认错！假的，都是假的！你这东西，你疯了！谁知道是不是你们伪造的？拿张纸就想吓唬我？对，你们根本不是什么亲兄妹，哼，一把年纪了，哥哥妹妹的叫着，恶心！个老东西，你敢打薇薇！个老东西，你敢打薇薇！打了，我就是替你妈教训你们。妈，你打我！小天，你一出生就有病，你爸妈嫌你是累赘，把你遗弃了。我开裁缝铺赚钱给你治病，为了你，我连自己的婚事都耽误了。现在你竟然嫌弃我是累赘！秦婉云，当初是你要领养他的，难道你要用这点恩情要挟他一辈子吗？对，是你自己愿意收养我的，我没有求过你，只有薇薇才能陪我过一辈子。秦婉云，小天现在的爱情、生活、工作哪一样不是我给的？哼，你能给他点什么？还说你不是累赘？你们眼里只有钱是吗？有钱就是好妈妈，没钱就是老废物。对啊，在这个世道，没有钱不是废物是什么？好了，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钱。刚才你提的条件，一套独栋别墅，300万的豪车，500万的彩礼，我替他给了。带上来。哥，这些太贵重了，远远超过薇薇提的条件了。这些
本来是我准备在婚礼上给你的惊喜，没想到竟然出现这样的事情。这些东西是我替你妈给了，但你要跟你妈断亲。从今往后，她过什么样的好日子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微微，你干什么？拿点破地摊货就想糊弄我？秦婉云，你这个哥哥真是跟你一样能装啊，真是当我们好骗。没错，你们不就是想出口气吗？装什么有钱人啊！呸！我全给你们砸了！这是你们舅舅给你们的礼物，你们竟然连真假都不认识，还乱砸一通！你们简直就是蠢货！让他们砸，这些东西哥有的是。妹妹，别再跟这两个白眼狼计较了，跟哥走。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胡总，赶紧给齐婉云带走，我们还等着您的彩礼。哼，放心吧，钱少不了你的。哼，不过我老胡看上的女人还没有一个能跑得了的。哼，今天我就要在现场把秦婉云给办了。来人，清场！胡世海，就凭你？别怕，有哥在，他们不敢动你。你们兄妹关系还挺好啊！那我就让你这个当哥的在这儿好好看着，今天我怎么睡你妹妹。胡世海，这些年你仗着环宇集团胡作非为，还搭上了我们集团的老方，今天让你有个教。老方，原来你是天翼集团的人，怪不得处处跟我作对。不过你想跟我斗，你算老几？我算老几？我就是天翼集团的董事长林天翼。林天翼，天翼集团。就是他，小天儿，没想到你妈真有一个身价1000亿的哥呀！什么？哎，还愣着干嘛？赶快给咱舅舅道歉呀！舅舅，咱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别生气了，舅舅。啊，是啊，舅舅，这都是误会。你看，咱还是一家人呢。你们两个脸皮可真是厚，有钱就是你舅舅，连你妈都不认。还会认我这个舅舅？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您跟我舅舅求情，以后我肯定孝您就是我亲妈。是啊，妈，我和小天还得结婚呢。你刚才逼我的时候，是这个态度吗？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，更没有你这样的儿媳。你给我起来！你到底是哪头的人呢？啊！林天翼，他是咱们环宇集团的死对头啊！既然他们不认你了，你还不赶紧跟他们划清界限？对，胡总说的对，既然你妈都不认你了，更何况你舅舅，他就算再有钱，跟你也没关系，咱们就要跟他们对着干，干倒他们。没错，我好歹也是环宇集团堂的业务经理，只要我跟着胡总好好干，将来肯定飞黄腾达。想干倒你的天翼集团，跪下求饶的只能是你们。秦婉云，你哥再厉害又能怎么样啊？你呀，终究是个废物。你以为你跟小天能进环宇集团是你们的能力吗？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们连环宇集团大门都进不去。哈哈，秦婉云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我们公司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秦婉云，你真以为你找了个有钱的哥哥，你就能翻天了？哼，这里是我们环宇集团的地界，都得听我的。哼，今天你们兄妹俩都得给我跪地磕头。
离我妹妹远点儿！你居然敢打我！去把这2个王八蛋给我打死！哥，你快走，我来收拾他们。妹妹，别怕，今天有哥在，谁也不敢动你。你们兄妹情深是不是啊？好，今天我就让你们2个一起死！给我上！给我上！林天一，看来你是早有准备，专门针对我们环宇集团是不是？呵呵，我告诉你，我马上就给我们 CEO 打电话，你们谁也别想离开云城。哼！白总，您现在方便吗？啊，你马上就到酒店了？那太好了，我在这等您。哈哈，我们白总马上就到。那死期就要到了。白如霜，我听说环宇集团的白如霜在云城是呼风唤雨。妹妹，你先走，这交给我。哥，不用担心，就算白如霜来了，也不敢拿我怎么样。什么？你居然看不起我们白总？你是不是活腻歪了？就是，等白总来了，有你们磕头道歉的时候。哎呀，秦婉云、林天宇，你们2个完蛋了！现在你们俩想认，我也不认你们俩，等死吧！小天，再说一遍。什么？秦婉云，现在知道害怕了。我告诉你晚了，我不认你，不能认这个。混账！我妹妹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你说不认就不认，真是个白眼狼！20年的养育之情，都是过眼云烟。从现在开始，与我恩断义绝，一刀两断。环宇集团转让给秦小天的协议。我原本打算在婚礼现场把集团转让给小天，没想到却是这样的结果。妹妹，你和环宇集团是什么关系？20年前，我从一家裁缝铺白手起家，一步步创立了环宇集团。环宇集团的神秘创始人竟然是你！你说你是我们环宇集团的创始人？就你这个破裁缝，还敢冒充我们董事长？你要是环宇集团的董事长，小天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区经理啊？是啊，秦岚，我跟了你20年，你有多少本事，有多少钱，有什么能瞒得住我呢？你根本就不是什么董事长。小天，这么多年，我带着你过平淡的生活，就是不想让你染上骄奢淫逸的毛病。我想让你从基层好好锻炼，结果太让我失望。秦婉媛，你演够了吗？真以为你几句话就能把我们全骗了？
我是公司高管，如果你是董事长的话，我会不认识你吗？你这种级别还不配见我，你只不过是集团旗下公司总经理，却打着集团的名号招摇撞骗，欺压同行。我宣布，胡世海被开除了，并追究一切法律责任。秦婉媛，你不会真以为你一句话就能开除得了胡总吧？开玩笑吧！胡总可是我们集团的董事，不是你这种招摇撞骗的人说开除就开除。海总到。哈哈，白总来了，林天一、秦婉云，你们两个完蛋了！白总派头真是大呀！你们两个还不赶紧道歉吗？晚了，现在跪下道歉。妹妹，你先走，这儿有我顶着。白小姐好。干妈，我来迟，请您恕罪。白总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秦婉云只是一个穷裁缝啊，您可是堂堂的环宇集团 CEO， 你为什么要给他下跪啊？瞎了！她不仅是我的干妈，更是环宇集团的董事长。你这等小人配提？白总，胡总可是咱们公司的总经理，集团的顶梁柱啊！你打他干嘛？哎呀，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！白总，不是我瞎了狗眼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白总。机会？你得罪了董事长，也有机会啊！董事长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您就饶了我这一次吧，董事长。不用求我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你被开除了，从此你跟集团再无瓜葛。你这个害群之马、卑鄙无耻、品行恶人，多次损害集团的利益和名声，董事长不追究你的责任已经格外坎坷，赶紧给我滚！不要！你们不能这样做呀！我对公司有恩，我是公司的指人。这怎么可能？秦婉云，我跟了你20年，如果你真的是集团董事长，为什么我一点没看出来？秦小天，连微微这种心肠歹毒、自私无耻的货色也置若珍宝，甘当舔狗，你能有什么眼光？根本就是眼盲心瞎！给我闭嘴！看在我妈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一般计较。别乱叫，谁是你？妈，我们错了，我都是受了胡世海的蛊惑才被猪油蒙了心，您就原谅我们吧。妈，您看看我是您养了20年的儿子。妈，您看看我是您养了20年的儿子。妈，是，都是胡世海那个老东西逼我们。那公司是我们领导，如果不听他就开除我们俩了吗？对，都是他威逼利诱我们。妈，我们心里也很难受啊。别装了，你们两个这撒谎都不脸红。明明是你们拿自己的妈妈换彩礼，现在又反过来怪那个姓胡的。就行，什么彩礼不彩礼的，我们根本不在乎。我们的本意也是好的，也是为了让我妈嫁个有钱人，过好日子啊！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是知道我干妈有钱了才这样说。如果她是个普通的裁缝，你们会认错吗？会，当然会了。不管她有钱没钱，她都是我妈。妹妹，你千万别相信这两个厚颜无耻的朋友，他们两个只认钱不认人，只看利益不看感情。我已经看错1次了，不会再看错第2次。你们走吧，我不想再看到你们。妈，我俩真不图您的钱，那彩礼我俩不想要，都是为了您啊。对，妈，我要那彩礼就是为了给您养老啊！您看，您养了小天20多年，这您不是他亲妈，也胜似他亲妈了。对，妈，就算我俩再畜生，也不可能出卖自己的妈换钱。别在这儿演，你们两个不去演短剧都可惜了。你妈没钱的时候，就说她是又老又丑的累赘，现在有钱了就要赡养，谁信呀？就行，我发誓，我俩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。如果有，天打五雷轰。妹妹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这份协议，我本来想转让给你，字我都签好，想到婚礼上给你们惊喜。可是这份惊喜你们不稀罕。妈，之前
跟您一起过的平淡的日子，我很开心，我很满足。我不需要这些，不管这个协议您给不给我，您永远都是我妈。对呀，妈，就算您身无分文，我们也会像赡养亲生母亲一样孝敬您的。看来你们内心还有一点良心，没有被金钱完全蒙蔽了双眼。妹妹，你别这么轻易的就相信，这可是你的心血，不能轻易的给他。是啊，干妈，之前他们的做法你还没看透吗？您可千万不能心软。妈，我是您儿子，您不信我，您信谁啊？是啊，妈，你可千万别被外人蒙蔽了，咱们才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啊！秦婉瑜，你干什么？你个老东西，你敢耍我们？你刚才不是说给不给你都可以吗？怎么，我现在撕了他，不愿意了？你刚才答应了给我，就这么随意把他撕了，我怎么办？对啊，连儿子儿媳都不相信，算什么妈？妹妹，你看他们的样子，这是满不在乎吗？分明就是想要你的钱。那又怎么样？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的，我就该要。小天，几张纸就能测试出你是真心还是假意，太让我失望。那你是真情还是假意？明明是你对不起我。我怎么对不起你了？秦婉云，你养了我20年，我跟你吃了多少苦？你堂堂集团董事长，而我只能做一个小小的业务经理。你那么有钱，钱呢？不给我花一分，你算什么妈？小天，这20年我给你提供最好的教育，未来给你铺好了路，是你自己不争气。你少跟我讲这些冠冕堂皇话，你不就是不舍得给我钱吗？就是想把我困在基层，不想让我出人头地吗？秦小天，你怎么就不了解干妈的一片苦心呢？她让你在基层摸爬滚打，是为让你熟悉集团的业务，锻炼你的能力。否则，怎么放心把整个集团交给你？再说了，凭借你现在的见识和能力，你真的有能力担得起整个集团吗？话说得好，什么锻炼能力，什么积累经验，我看啊，都是你们的借口。这些年要是没有我提携小天，他现在还是个小小的业务员呢。你闭嘴！刚刚我碍于面子懒得说你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爬上来的吗？你给胡世海当秘书的时候又干了什么？你别胡说啊，我没有。不许你这么污蔑薇薇，她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女人。对，白如霜，你怕小天接手了公司，毁了你自己的利益是吧？对妈，这个人就是在挑拨我们母子之间的关系。您再签一份协议，把集团给我，我一定做得比他好，比他强。你们知道什么？如霜有自己的产业，做得有声有色，这么多年，他为集团已经牺牲了很多。你们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别再理这两个白眼儿，他们是听不懂人话。就算你把财产都给他们，也未必会感恩，只会等你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把你逐出家门。小天儿，你还没看明白他们的嘴脸吗？你妈从最开始就开始防着你，就因为你是领养的，不是亲生的，你们非亲非故，所以她不可能把钱给你。是，就因为我不是亲生的，秦婉云，你口口声声说养了我20年，真他妈虚。小天儿，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。妹妹，他们根本就听不懂人话。走，都给我走！不需要你们赶，我自己会走。但是我要让你们知道，没有你们的帮助，我秦小天也会自己闯出一片天，把你们都压在身下。哎呀，小天儿，你那么冲动干嘛？谁让你走的？继续留下来跟你妈纠缠啊！薇薇，是你说他和我非亲非故，不可能把钱给我，我这能有什么意义？我那是激将法，你听不出来啊？再怎么说她也是你妈呀，你得从她身上搞钱啊！你倒好，说走就走，真是个榆木脑子。就算我留在伦敦能怎么样？还是不会把钱给我。薇薇，你放心，以后我养你。你养我？你没车没房的，拿什么养我？而且就凭你的能力，现在也就能找个几千块钱的工作，连个包都买不起。
嫁给你喝西北风啊？微微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连你也要抛弃我吗？你是我最深爱的女人，也是我回去的唯一希望。怎么现在知道怕了？早干嘛去了？你现在啊，就得赶紧从你妈身上搞钱，那个是价值千亿的环宇集团啊！你以为我不想吗？我恨不得吸干她每一滴血，可我现在能怎么办？那你们可就得求求我了。离了他们，咱们就没法活了。老子我有的是办法。哎呀，胡总，你可得给人家想想办法，闹成这样，我们也不想。这事儿都怨你，让我来参加什么破婚礼，还让我娶秦婉云。哼，现在闹得我工作都没了，脸也丢尽了。胡总，可是谁知道这秦婉云真是董事长啊？咱们这不是撞枪口上了吗？算了，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。胡总，你可不能不管我，以后您去哪儿我还跟着你，你说什么我都愿意。哦，这么说你还想让我继续罩着你？那当然了，胡总，人家现在只能依靠你了，你可得罩着点人家啊。微微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微微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们两个能不能保持点距离？难道他们说的那些风言风语都是真的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去！你别说，跟他还真有关系。你放心，微微是你的女人，咱俩还得合作呢。合作？你什么意思？胡总，你跟他有什么可合作的？咱们现在是盟友，咱们的共同敌人是秦婉云，咱们得一起想办法对付他。怎么对付？你有什么计划？我当然有计划。那个秦婉云也太有心机了，这些年一直隐藏在暗处，现在跳出来拿我开刀，他以为环宇集团就可以只手遮天了吗？难道说云城还有其他更有实力的集团？胡总，难道你说的是环宇集团的死对头龙腾集团？你是？连他你都不认识？这可是龙腾集团的沈总。这位就是秦公子啊，真是一表人才。不过可惜了，你妈真是无情，在你结婚当天把你赶走，这环宇集团的千亿资产就这么跟你没有关系。什么意思？是来奚落我？秦公子误会，我是爱才之人，吴世海和我早就有合作过，我们都知道你的好。今天我来是帮你夺回原本就属于你的东西。真的？当然，不过你得听沈总的安排，去环宇集团杀一个回马枪。回马枪？只要能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，什么我都肯干。很简单，环宇集团的人还不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我要你以董事长之子的身份把环宇集团给搞乱。搞乱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只要把他们搞乱了，龙腾集团就有赢的机会。到时候沈总就是我们的新靠山了。到时候龙腾集团一家独大，天意和环宇都奈何不了沈总。你想要的那点资产，在沈总眼里都是九牛一毛。好，既然秦婉云敢把我扫地出门，我就敢回到公司把公司搞个稀巴烂，看他以后还怎么嚣张。到时候他们也就只有向我们跪地求饶的份儿了。好，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。哥，40年了，我没想到我们还能重逢。是啊，40年了，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没想到今天终于让我们重逢了，更没想到连我都忌惮3分的环宇集团，竟然是你的产业。哥，其实这些产业都是因为我继承了妈妈的刺绣手艺，我从一家裁缝铺起家，一步步创立了环宇集团。那我就知道了，
为什么你到现在还要亲自去做菜？是不是每次缝衣服的时候就能想起咱妈，想起咱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？是的，哥，在我心里，家才是最大的财富。所以当年我孤身一人才收养了一个儿子，没想到却是这样的结果。离开了这样的白眼狼，你以后才能有好日子过。放心，有哥在，没人能再欺负你。是的，有哥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哎，对了，哥，你怎么知道我在云城？我们集团的人来云城竞标，本来一切顺利，可后来方经理突然失踪了，不过被人解救了，还说看到了龙凤锦囊。方经理，我想起来了，他被胡世海追杀，躲进了我的铺子里求救。胡世海应该是为了竞标云城的城建项目搞的鬼。不管怎么样，能让我们重逢还是好。以后我们兄妹在一起，肯定能越做越强。是的，哥，我们两家集团一起竞标，项目肯定能拿下来。如霜，你约一下云城的赵主任，约他到集团，我亲自跟他谈谈。是。你看，那不是胡总吗？他怎么走在秦经理后面？是啊，而且看胡总对秦经理的态度，怎么看起来毕恭毕敬的？是啊。胡世海，你还来干什么？白总已经通知过董事了，你被开除了。我被开除了？哼，白总只是集团的 CEO， 他算个屁！你看看，集团董事长的继承人来了。集团董事长的继承人？谁啊？这还不明显吗？当然是秦小天了。秦小天？你小子不是业务经理吗？怎么变成集团继承人了？张北朝，你知道集团董事长是谁吗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白总说过，董事长为人处事很低调，也不愿意来集团，没人知道董事长是谁。你不知道？你连董事长是谁都不知道，你拿什么管理好集团？你敢打我？我打你怎么了？你知道我妈是谁吗？你母亲是谁？张副总，秦小军的母亲本来是个裁缝，叫秦婉云。一个裁缝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提她干什么？敢对集团董事长秦婉云不敬，她不仅是秦小天的母亲，更是环宇集团唯一的创始人。不可能！如果你不信，就去问问白如霜，看看秦婉云到底是谁。张副总，你在集团准备一下，一会儿云城的赵主任和董事长要到集团谈事情。白总，敢问一下，董事长姓甚名谁呀？也该让你们知道了，董事长叫秦婉云，他表面经营着裁缝铺，其实是我们环宇集团的创始人和真正的老板。你还有问题吗？没有就赶紧准备。没有什么问题了。董事长真叫秦婉云？那秦经理你还他妈叫秦经理呢？叫秦总。我正式通知你们，我是董事长的儿子，环宇集团唯一继承人秦小天。秦总，那里您不能进。整个环宇集团都是我妈的，我妈的东西就是我的，我凭什么不能进？白总亲自交代过，那个办公室是给董事长预留的办公室，没有他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的。你的脸是不是又哑了？我老公现在可是唯一的继承人，等秦婉云一死，他就是董事长了，我管得着吗？张伟朝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哼，你最好分清楚大家。秦公子进他妈的办公室，
还需要得到你的批准吗？秦总，我也是按照白总的吩咐行事啊。这门怎么打不开？钥匙呢？我没有钥匙。你故意的吧？不给我们秦总面子？张北朝，你最好想清楚啊，别惹火上身。真的？这么重要的房间，钥匙肯定在白总手里，我怎么可能有钥匙啊？你还在拿白如霜来压我？他不过就是我妈身边的一条狗。今天这个门我就定。这董事长的位子就是舒服了。那是啊，您往这儿一坐呀，董事长的气质拿捏的是死死的呀。我老公啊，天生就是董事长的命。老公，要不你让咱妈赶紧退休，把这位子让给你算了。是啊，他都那么大年纪了，早就该把位子让给我。张副总，这个怎么打不开啊？董事长办公室放的都是机密文件，这个保险柜不管是谁都不能打开的。那胡总，帮我找个程序去，交给你。秦总，万万使不得呀！您刚刚一脚把门给踹开，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跟白总交代了。这个保险柜您就不能再碰了呀！秦总，董事长，使不得呀！这里边装的机密文件一旦泄露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你不让我敲他，我就敲你妈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多管闲事儿？这是我们的家事儿，再多废话就给你。不能敲，我千万不能敲！我让我看看，这什么机密？秦总，封条就不能再拆了，咱们公司的机密文件一页都不能外泄呀！您作为公司的继承人，更要好好保护好这些文件呀！这不过就是几个机密文件而已，有什么大不了？再说了，我不知道什么是机密，我怎么保护机密？秦总，这些都是公司的机密文件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不过就是几个普通文件，有什么大不了的呢？吴胜海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拿手机拍公司机密文件，你作何居心？秦总都没说什么，你多什么嘴啊？滚开！秦总，你知不知道这些文件一旦泄露出去，公司起码要有几个亿的损失啊！别大呼小叫的，不就是几个普通文件吗？能怎么样？我老公现在亲自掌管集团，看那几个破文件，你至于的吗？破文件，这些文件关乎着公司的生死存亡啊！这些文件，我今天不光要看，我还要拍照发出去。你能把我怎么？白总怎么还不来呀？集团天要被捅破！哥，你看，这里啊，就是我们准备劲爆的项目位置。如果我们兄妹联手，肯定能做得更好。太好了，我当初啊就是看中了这个项目，才派人来的云城。我这就让天翼集团调动人脉和资源，咱们共同组建项目部。有了你的帮助，我们的胜算就更大了。如霜，赵主任什么时候到集团？应该还有1个小时。
哥，我们该回集团了。好，也别让他们等太久了。你说什么？有人进了董事长办公室？是啊，白总。怎么会呢？董事长办公室的钥匙一直在我这里，谁能进去？强行破门而入的，我拦也拦不住啊！谁这么大胆，敢在环宇集团总部闹事？董事长的儿子，公司的那个秦小天。什么？他？小天去集团了，他们去办公室干什么？他们去办公室干什么？他们把抽屉撬开，拿出了机密文件。拦住他们，我们马上回去。是。钱小天，我告诉你，董事长说过了，这些文件不能离开公司。你妈怎么知道的呀？肯定是他告的密。哼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我非揍死你不可！来呀，打死我！卢世海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那些事，你才是公司真正吃里扒外的家伙。我今天就是死，也不让你离开公司的。你别冲动，别冲动，和气生财。张副总也是一片好心。张副总，误会我。这些文件呢，我只想带回家跟我妈研究一下。你怎么证明？证明？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？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？我做这些都是为了帮我妈整理集团，以后我好继承呀。这个转让协议是我妈亲手签的，她打算把所有股份都给我，这能作假吗？张副总，我劝你别太多管闲事。识相的话就赶紧给我让开，别耽误我跟秦总的正事。这确实是董事长的签名，但是他为什么烂成这个样子？啊，今天是我们的婚礼，这个是我妈送给我们俩的新婚礼物。就是我妈今天喝多了，所以不小心给撕了。看清楚了吗？那些签字和盖章可都是千真万确的。秦总继承集团，那可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儿。这回信了吧？你放心，只要你好好跟着我干，听我的话，我继承董事长之后，第一个提拔你。这别这个那个，现在去把所有高层召集过来，召开大会。各位集团的高总，我作为集团的继承人，从今天开始接替董事长的工作，所有人必须听我的。张副总，这份购买合同需要盖章的，很着急的。白总还没来，要不先等等。这份合同关乎公司今年整体的利润，人家供应商还等着呢，不能耽误啊。等什么白如霜啊？秦总不在这坐着呢吗？秦总，集团的继承人，他签字不一样有效。那你干嘛呢？拿来。什么合同要5000万啊？秦总，这是白总辛辛苦苦谈下来的供应商，比市场价低30%。如果不赶紧签合同的话，这笔订单会被其他公司抢走的。各位，我们环宇这么大的集团，向来只有别人求我们合作的份儿，什么时候轮到我们上赶着给别人签合同？就是，谁知道白如霜到底是怎么谈的？他指不定在这其中觅了多少好处。哼，没错。我在集团当总经理的时候就发现，公司里的大事小情都是他白如霜说了算，他肯定在这里边谈钱了。我们家的生意就是被这种人给偷跑，所以这个我不签。白总不可能谈钱的，
这家供应商是行业的巨头，很多公司都在抢着呢。是啊，秦总，如果错失这次合作的话，集团将遭受重大的损失啊！少在这危言耸听。现在由我来决定什么合同该签，什么合同不该签。我觉得这个合同不好，我就不签。秦总，你怎么能凭个人感觉做决定呢？这是白总带我们谈了很久的，并且白总还垫付了定金。你现在说不签就不签，这让我们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呀！崔总监，你算老几呀？跟我谈条件？你这样任意妄为会毁掉集团的。秦总，这份合同真的很重要啊！你怎么能说撕就撕了呢？谁知道这份合同里有什么猫腻？你们和白如霜在背后又在搞什么鬼？哪怕今天就算白如霜在这，敢跟你这么说话，我也照样开除。你们这些不长眼的，这就是对你们的惩罚。难道你这么做就是为了给自己立威？太荒谬了！那我让你知道什么叫荒谬。今天我不光撕合同，我还要把他给开除。秦总，你一定要冷静啊！崔总监他是公司的销冠，是当年白总亲自请过来的人才，他给公司带来了汗马功劳，您千万不能开除他呀！是啊，秦总，崔总监是集团的中流砥柱，不能轻易开除呀。干什么？你们都要造反吗？集团是我老公的，我老公要开除一个员工，怎么还要看你们的脸色？哼，他们平时在集团里面就狼狈为奸、抱团取暖，现在看到秦总要出手了，他们就跳出来阻拦。在整个环宇集团，还没有我不敢开除的。我不光要开除他，他整个部门我都要开除。集团交到你们这种人手里，迟早是要破产倒闭的。不用你开除我，我自己走。哎，崔总监，你追什么？让他滚！哼，敢忤逆我老公，倒反天罡，开得好！干得漂亮！公司就靠这帮精英来维持着。现在咱们把整个部门都开掉了，公司必然瘫痪。我这就通知龙腾集团的沈总来收购环宇集团。好，等沈总收购了环宇集团后，我可得分一杯羹啊！那是自然，放心。秦总，您继续。各位呀，我之前是被我妈放在基层历练，顺便监督你们，但是现在看来，你们真有问题。那么我今天就得好好整治一下各位了。微微，你来点。第一个，李总监。我怎么了？你自己看看你的考勤成绩，3天2头的迟到，这是不尊重工作的表现。这种人可不能留，必须开除。秦总，我经常加班到深夜，第2天才迟到的，而且我的工作业绩一直很好。别找借口，你就是集团的蛀虫，必须开除。你。第二个，副总王宽，1个月的时间，你有半个月都在出差。我看啊，你就是在公费旅游吧。你也是个败类，开除。秦总，我出差多是为集团谈业务、拓展市场啊。下一个，张北朝。什么？我？什么？我？张副总，您这工资有点太高了，1个月20万，还有提成和分红，你值得吗？我可是公司副总裁啊，这点工资算高吗？我再怎么说，也给公司完成了好几个大项目，给公司带来了巨额的利润。
反而是这个家伙，他在当总经理的时候，给自己一个月开80万呢。你能跟我比吗？我是集团的总经理，我靠的是实力。你们有真本事吗？你们都是靠着吹捧白如霜才得到的好处。我告诉你，你少血口喷人。要我说，你才是公司真正的蛀虫。别废话了，我说谁是蛀虫，谁就是蛀虫。钱小天，你要是这么开人，公司早该瘫痪了，不用你开除了，我自己辞职。我们也辞职，我们也辞职，滚，都给我滚！快滚，都滚！离环宇越远越好。完活。赵主任，咱们这次竞标真的要给环宇集团机会吗？我听说他们之前可搞了不少小动作。白如霜已经提前解释过了，他说那都是他们集团内部的一个什么总经理搞的鬼，听说已经把他开除了。赵主任，咱们今天是不是来的有点早啊？我就是提前过来，亲自考察一下环宇集团。我也好奇他那个神秘的董事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。这究竟怎么回事？环宇集团怎么人都走了？对啊，环宇集团这么大规模，怎么就成空壳了？哎，张副总，你们环宇集团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大家都走了？主任，您怎么来了？现在我们集团可乱了，来了一个秦总，开除了很多人。我也不知道集团以后该怎么办了。秦总，那个秦婉瑜难道这么不靠谱吗？既然来了，咱们就见见那个秦总。你们是谁呀？这里可是环宇集团，谁允许你们进来的？你们这是什么态度？这是云城负责工程的赵主任。赵主任怎么来了？亏得他不认识我。小天儿，千万不能让他跟环宇集团合作，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把他得罪了。那我今天就替我妈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张主任。瞧好吧，这可是咱们为龙腾集团立功的好机会。你好，是你们董事长让我们来谈合作的。基本为什么打人？我妈的名讳也是你能直接叫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妈？那你是谁？我是秦婉云的儿媳妇儿，我老公也就是他儿子，是环宇集团唯一的继承人。没错，我妈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？我妈现在不在集团，我就是这个集团的董事长，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。你们太不像话了！秦婉云请我来谈合作，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客人的？董事长请你来，你吹什么牛呢？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？这是云城负责工程的赵主任，是你们集团董事长亲自请他来谈合作的。你们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哎呀，原来是赵主任，看来您是来我们集团求我们和您合作的吧？那怎么能空手来呢？太没有规矩了。什么？我求着你们来合作的？笑话！你们环宇集团若是这个态度，那我看这个合作没有必要谈了。那你是什么态度啊？求人合作还不赶紧把姿态放低？环宇集团不会和你们合作的，立刻给我滚出去！他儿子这么混账，这个女人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次竞标，你们环宇集团没有任何资格。我们走。站住！环宇集团是你们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吗？你们还想干什么？敢对我老公出言不逊，立刻下跪道歉！荒唐！让我给你们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下跪！老头儿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把他们两个给我绑了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就让你快跑！你想干什么？赵主任，你来我们集团谈合作，敢跟我大呼小叫，我今天让你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！
你想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让你这个老头好好舒服舒服。你别过来！你打我！少爷打的就是你。你以为秦婉云真的找你来谈合作呀？你也配？就你这样还敢跟我老公作对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环宇集团竟然这样对我，我饶不了你们！我要把这事公布于众，让你们身败名裂！就凭你想对付环宇集团，你有那个本事吗？我看他是没有见识我们环宇集团的厉害。小天，给他上点强度。就是今天让他生不如死。不是爱叫吗？我身边缺一条好狗狗，你来当，我让你叫个够啊！别这么动！快点啊！快点啊！什么？秦小天开除了所有的高管，还撕毁了公益合同。我知道了。这个兔崽子到底要干什么？我看是要毁了我的集团。黄秘书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们环宇集团的人简直是疯了，居然把赵主任给绑了！我现在就要去找人救他。妹妹，这个秦小天不仅是个白眼狼，还是个疯狗。我看他就是要借机报复。不，这里面肯定有阴谋，我们这里上去看看。喂，快点！笑两声，快点儿！没有吗？现在你怎么这样啊？这个老狗刚才不是很爱叫吗？来，现在再给我叫一声看看，来！哇，叫！小子，给我住手！你怎么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？你这个畜生！你这不是故意害你妈吗？今天要好好教训你！秦小天，你现在立刻向赵主任道歉！道歉？明明是他先瞧不起我们环宇集团，我只是替我妈教训他一下。闭嘴！赵主任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就是秦婉云。好，就你们环宇集团这样，还想竞标项目？我告诉你，做梦！从今以后，整个云城你们接不到任何一个项目。赵主任，赵主任，秦小天，你打着集团的旗号，冒充什么继承人？我看你是想把公司搞垮呀！妈，我是您儿子，怎么会害你呢？是啊，妈，今天白天咱们闹了点不愉快，小天心里一直过意不去，所以才来公司想帮您分担。别装了，你们差点把环宇集团都害得倒闭了，还在这里装无辜。哎呦妈，我这么做呀，都是为了集团着想。你说我帮你整治一下集团内部，这不都是为你好吗？开除公司的员工，为了我好。你把公司的合同搅黄了，这也是为了我好。你把公司重要的客户折磨成这样，也是为了我好。小天儿，你没事吧？妈，你怎么打自己的儿子？秦总，小天这是在刮骨疗毒，是为了咱们环宇集团获得新生啊！胡世海，你别再狡辩了。你以前在集团胡作非为，现在分明就是在报复集团。我没有啊，妈，我这么做都是真心让您原谅我妈。我说过了，你跟我已经断绝母子关系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报警！
你冒充集团董事长，随意开除公司员工，破坏公司合同，殴打赵主任，我管不了你，这样法律好好管教管教你们。妈，您不能这么对我。看您这么大岁数了，没儿没女的，这么大的产业您不给我继承，您给谁呀？你给我听好，就算我秦婉云把公司和千亿资产都捐出去，我也不会给你地府。你这个败类根本不配！说什么？秦婉云，小天都给你道歉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别太过分了。小天叫你一声妈，那是给你脸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对你还抱有一丝希望，但看来今天你是铁了心跟我断绝母子关系，那么这个集团跟我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。我得不到的，你们谁都别想得到。今天我就要让这个集团彻底倒闭破产。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，你以为你有这个本事吗？秦小天，我养了你20年，我对你太了解了，你背后肯定有人指使。说吧，是谁指使的你？不愧是环宇集团的创始人秦婉云，我来了。他是什么人？林总，他是我们环宇集团的死对头，龙腾集团的董事长水冰阳。看来你就是幕后的指使人。秦婉云，你还挺神秘的，一直在隐藏身份。不过可惜，你刚冒出头来就被我一棒子打死。所以你就指使这几个棒槌来我集团闹这么一出？没错，现在你们环宇集团不过就是一具空壳子，所有业务停滞，已经开始亏损。你们环宇集团只有一条路能走，就是被我收购。水冰阳，你真是卑鄙无耻，落井下石！商场如战场，胜者为王，败者寇。要怪，只能怪你们太蠢，被我当猴子耍。沈总高明，这以后云城可就是您的天下了。老胡我一定跟您好好混。胡世海，那你这条狗我就收下了，以后你就负责咬秦婉云，让她永远翻不了身。沈总，以后呢，我也跟您一起对付环宇集团，一起对付秦婉云。秦小天，你还真是个白眼狼，现在还反咬他一口。秦总对你那么好，你却一次次的背叛他，你真是个没良心的东西。良心？你们告诉我，良心值他妈几个钱？沈总，你说。秦小天，你想跟我？你觉得？沈总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秦婉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都能背叛她，你在我这儿早就没有了信任。你现在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罢了。亲爱的，你让我使的美人计，对我来说可是苦肉计啊！你都不知道跟在这个废物身边有多恶心。宝贝儿，还是你有一套，这次也立大功。那你有没有一套？何止一套啊！今天晚上我就好好的奖励奖励，保证让你满意。薇薇，这是什么？你给我滚！秦小天，你该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喜欢你这废物吧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本来就是沈总的女人，而这一切都是沈总的安排。你呀，只不过是我们的一个棋子。你们两个早就搭建好了，利用我对付我吗？秦婉云很难对付，但是她唯一的弱点就是你这个儿子。我不让你们狗咬狗，我怎么把环宇集团给搞垮呢？你们一直在骗我，妈。我说过，我没你这个儿子。沈冰阳，你还真是机关算尽，想把我们置于死地。你这个混蛋，敢这么欺负我妹妹，我饶不了你！就凭你们，我告诉你，我绝不允许在云城有比我更厉害的人存在，所以你们两个必须给我滚出去！沈冰阳，我们兄妹联手，你以为你能赢得了吗？沈冰阳，你以为你搞垮我的公司，我就会束手就擒了？不然呢？
你们的集团已经没有人了，你们的市场已经被我的人给占据了。秦婉云、林天意，你们两个就等着破产吧。沈冰阳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你以为只有你们会演戏吗？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我会不知道你们的勾当？你指使这个狗说服秦小天的时候，都被我看见。如霜，看来有人要对付我们华远集团，通知集团高管和员工，将计就计，演一出好戏。不可能，你不可能发现的。秦婉云，你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就认输吧，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你马上就会知道。啊！华宇集团已经和供应商签合同了，这物料都被他们抢走了。你以为你的计划天衣无缝，就你那点小生意，怎么可能会毁了我？沈冰阳，商场如战场，你已经输了。在华宇，我们有最忠诚的员工跟最强大的。你的那点小伎俩，在我面前根本没有出处。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秦婉云，真是个阴险狡猾的女人。你的计划如此周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秦婉云，你耍猴呢？我们可是把一切都压在了沈总身上。死舔狗，你敢打我！她是我妈，你要是再对她不敬，我他妈弄死你！妈，是他们利用我，才让我背叛了你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好好孝顺您。我给您养老送终。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晚了。你给我滚开！干妈养我们养老，根本轮不到你。妈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好不好？秦小天，不是所有的道歉都可以得到原谅。你我的情分，从你背叛我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恩断义绝了。秦婉云，这一定是你们给我做的局，我绝对不可能相信。沈冰阳，你是自作孽不可活。董事长，您交代我们的事宜都已经完成，现在集团业务一切顺利。郑北朝，你们这帮混蛋联系出来耍我们啊！你俩卑鄙小人，敢背叛环宇集团，这就是你们应得的报应。张副总，您跟我妈求求情，以后为集团做牛做马。闭嘴！刚刚你对我们的羞辱，现在一并还给你们。闪开，让我来。好啊，你们联合沈冰阳，一起打压环宇集团，还拿我当狗一样羞辱。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我让你站住！沈冰阳，你以为这事儿你能脱得了干系吗？押住他们，等待法律的制裁。带走。妈，我错了，妈。这就是报应，也是对天下不孝子孙的报应。妹妹，你没事吧？我知道，小天被带走，你这心里不好受，对吧？哥，其实这么多年，我身边没有真正的家人陪着，所以我才把这个养子当成了依靠。没想到，
人心居然这么不可测。别这样想，你还有那么孝顺的干女儿，还有我。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，以后会有好日子的。哥，我想回家，想回家看看爸妈的坟墓。我们一起回家。